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欢迎收看以及收听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啊，咱们继续边走边聊啊。今天聊一个我自己挺感兴趣的话题啊，因为最近老看一些新闻，我就发现其实在中国这个社会啊，大家对公平这个概念特别在意，就希望这个公平是一个很绝对的东西，就希望自己得到一个绝对的公平啊。这可能在外国一些朋友们看来很不可理喻啊！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在乎公平啊？比如说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现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在娱乐场上闹得沸沸扬扬两个新闻吧，一个是北京的这个协和医院啊，很厉害一个医院啊，里面当时是有一个医生啊，他有婚外情。通过婚外情这个事情啊，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瓜，对不对？通过婚外情这个事情啊，顺藤摸瓜啊，找出了非常多的背后的这些信息啊等等。就是这个医生出轨的对象啊，有好几个啊，对，其中有一个大家叫她董小姐啊，大家发现这个董小姐资历非常了不得啊，就她其实本来并不是学医的。但是他在这个医院里头获得了非常多的成就、头衔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待遇非常的好，然后大家继续深挖啊，就发现原来这个董小姐啊，她家庭背景非常的深厚，她家庭背景呢其实就是属于她父母辈啊，都是在整个医疗体系里头，拥有丰厚的人脉的这么一些人啊。资历也很高的这么一些人，这个消息一旦这个暴露出来之后，中国网友们就受不了了，就炸锅了。大家会觉得，你父母凭什么，通过自己的这个优势资源啊，去帮助孩子，然后呢，去和这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去竞争？这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，说实话是特别不公平的。这个想来确实是啊，确实不公平。为什么啊？凭什么啊？这是第一个案例啊。第二个案例就是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黄磊啊，他演过很多电视剧、电影，还出演了很多综艺啊，很厉害这么一个人啊。他有个女儿叫黄多多，以前他曾经带这个女儿去参加过中国一个很有名的综艺叫《爸爸去哪儿》，对。也是非常出圈的啊，几乎全国人民都认识她啊，大家也觉得小女孩挺可爱的，很机敏啊，聪明啊。但是呢，最近呢，就是突然爆出一个新闻啊，就说这个小姑娘竟然要出演电影了，而且她合作的演员竟然有王一博，这顶流的演员，导演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导演，大家就心里一下子失衡了。你这个姑娘就是说实话就是平白无故的你就能得到这么好的资源，第一部电影啊你就能和这么厉害的演员、这么厉害的导演合作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像别的那些演员，一般演员大家先要去上学，对不对？在什么中央电影学院等等这些地方上学，上完学之后还要不断去试镜，对不对？摸爬滚打，从一个小角色慢慢一点点的去成长，对不对？最后可能过了10来年才有机会去演大角色啊，或者时来运转的时候才慢慢有机会。就算王一博，他也不是马上就能出名了，对不对？他也是在人堆里爬出来的，真的，就是真正能最后出来的人都是凤毛麟角。但是你这些人一出来之后，你就得到这么好的资源。这个对于中国人心里是特别受不了的。我不知道国外的朋友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啊？我相信在国外也有很多这个家庭啊，也是这个历史渊源很久啊，就是财力也很雄厚啊，对不对？影响力也很大啊。那么对于他们的孩子而言，肯定会获得比常人更好的资源，对不对？那么对于国外的朋友们，你们是怎么接纳这个事情？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？你们会觉得有深深的不公平感吗？那我不知道啊，可能我觉得也会有，但未必会像中国人这么强烈。对，
其实说实话，就是这种不公平感呢，它是在中国真实存在的。我就作为一个父亲这个心理而言啊，我肯定是希望，比如说我有能力之后，我是愿意帮助我儿子的，希望托举他的，对，真正的托举他的，让他这个人生道路上更轻松一些。这个其实作为父母的心理是无可厚非的。说实话啊，对，我突然又想起另外一个案例，所以现在引爆中国舆论场的这很多案例啊，都是这方面的，真的就是中国有一个特别出名的这个主持人呢，是一个少儿节目的主持人啊，叫做金龟子啊，就是我们小时候曾经看的这么一个叫金龟子姐姐，她其实年龄现在可能和我妈他们差不多了吧，对，已经老了，但是在我们小时候看她叫她金龟子姐姐啊，就是她影响了一代人。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比较少，现在是怎么回事？她女儿现在出来做直播带货，就是卖产品嘛。就是有一次这个直播带货的时候，其实是最近才发生的，有人就说你在蹭你妈的流量。什么叫蹭流量呢？就比如说一个人很有名，对不对？他在这个互联网的社会，他就有很大的自带流量，很高的流量，对不对？大家这个流量会向他倾斜。比如说王一博，他肯定有很高的流量，对吧？这个金龟子也是一个名人，也很高的流量，对不对？比如像我们这些普通人，我们要做这个直播带货啊，要做视频呢，这个千辛万苦才出来。但是这些名人的孩子们，因为他们的父母自带流量，他们就可以蹭父母的流量。这个蹭什么意思呢？就蹭吃蹭喝的意思啊。所以你到一个人家去吃饭啊，你什么也不带啊，你就蹭他们家饭啊，吃白饭啊，蹭流量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说实话，你也没有说特别能力，你只是因为刚好出生在这个家庭，你就可以蹭你父母的流量。这对于中国人而言，心里就很不舒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关键是这个金龟子的女儿啊，她的回答啊，惹怒了网友啊。她是怎么回答呢？她说：“我妈有流量，我当然就要蹭她呀。然后比如说我以后我有流量了，我也可以让我的孩子来蹭我的流量啊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你要是你有流量，你肯定也可以让你的孩子来蹭你的流量啊。”对，他这个回答让中国网友特别不爽。那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家庭出生的孩子嘛，那我到哪去蹭流量去？所以中国人对这个公平有一种执念啊，对，就希望这整个世界是公平的，起码在表面上是公平的。但是我们其实都会知道啊，任何事情要做的完全的公平，它是不可能的。这个世界它就是有这么一些规则的。其实在大城市里头，我会觉得公平还相对而言比较好实现，但是在小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公平几乎是很难实现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小地方啊，就基本上就是一些家族一些家庭，他们基本上获得了这个优势的资源，他们就会把持这个资源，所以在整体而言，他们就希望这个资源能传给自己的孩子，希望自己的资源在自己就是退下来之后不会消失，自己的人脉在退下来之后不会消失，还可以传达给自己的孩子，让孩子也共享这份利益。这其实说实话，你在底层还是一个人之常情，对不对？在底层或者说在这个比较相对是小地方，大家也默许了这些东西，大家也会认为，哎，你父母比较厉害，那你自然而然的你的生活会过得比较好。我之前看一篇文章，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是在北京生活的，他回到老家就是3、4线的县城，他就会发现自己之前那些同学混得比较好的。什么叫混得比较好呢？就日子过得比较好的啊，比较舒坦，收入会比较高，或比较清闲呐，或者生活比较滋润的，这可以叫混得比较好的。基本上都是有家庭背景的。什么叫有家庭背景呢？就是你父母肯定是有资源留给你的，可以让你比较轻松的去生活的。
在县城里头，大家会觉得这些事情是习以为常的，大家能接受这些事情。而且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，这个人情网啊，因为地方越小，它越容易建立起来。我认识你的父亲，你父亲认识我的父亲，他的父亲又认识他的父亲，大家都是有交集的，所以就会互相形成一个网络。这个网络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交集的。那么这个人情的网织起来之后，大家会认为很多事情是合理的，那么就也不存在公不公平，因为大家都雨露均沾的，都得到了一些利益。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，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就是，特别是我觉得因为是共产党这个执政理念呢，就是希望给人们有足够多的公平。对，我们共产党最早上台的时候，就是推翻了一些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，对不对？把那些一开始那些富人、顶级的富人都给推翻了，代表是老百姓这个利益。所以，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个观念，他们传达出来这个观念，肯定是希望带给大家一种公平感的，让老百姓真正觉得自己是受到重视的，自己是有机会的。而且其实说实话，就整体而言，共产党执政之后啊，这一点做的还可以吧。当年邓小平出的理念就是说先富带动后富，我们也看到中国现在就是慢慢发展起来，也是首先就是东部的一些比较沿海的地带啊，它发展比较快，就是富人比较多。慢慢的，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转移支付啊。转移支付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地的这个财政收入、税收啊，比如说上海啊、浙江啊，比较富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他会把这些税收上交到中央，就是中央政府啊。中央政府会把这一些钱分出来，转移给一些比较穷的省份，帮助他们进行经济建设，帮助他们进行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。那么说实话，老百姓也会觉得受到公平对待，我们在同一个国家，我们也受到公平对待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体而言，中国就是本身有这么一个氛围，执政党的理念是这么一个公平的这么一个状态，所以我们宣传的是这么一个公平的状态。所以这也是在我们内心啊，就是从小到大接受到这些信息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了，在我们内心生根发芽的了。这个时候，因为互联网其实把很多这个遮羞布给撕下来了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就当时很多东西大家看不到的东西，不是在明面上的东西，他用一个遮羞布遮起来，都撕下来了，大家会发现怎么有这么多不公平。而且这个小小的事件在互联网社会里头，它会被引爆，就会被无限的扩大，这个时候民愤可能就起来了。所以其实整体而言，出现了这么一个事件之后啊，当事人以及当事人所在的单位啊等等，很多人都需要去道歉，需要去反思、去调整、等等啊。所以在中国整体的舆论场，我是说，是基本上不允许这种不公平的事件层出不穷的。就是而且中国人这个道义感也比较强吧，我是觉得一方面你会觉得网民也是说实话不是特别理性，但一方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监督的力量吧。对，你会看到很多事情很有意思，比如说很多明星，对不对？他们比如说私生活有问题，他们会放到网上去，然后首先占据这个道德制高点，那另外一个人绝对会被这个网民的这个口水啊、唾沫、心这个淹没啊。对，所以其实在中国社会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首先是因为这个宣传的关系啊，执政党宣传的关系，而且就是自古以来这个道德感教育啊比较的深入啊，所以中国人在骨子里还是比较强调这个公平。至于说真正的实情是怎么样，很多事情也不是我们人能控制的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见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，也还是能接受吧，不是那么死板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好了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啊。这是我现在推出这个 newsletter 了啊，大家可以加入我的 newsletter 啊，点击底下这个链接啊，
每个星期我会给大家发一个我扩写的成语啊，我自己写的，然后我录制的音频啊，免费啊。同时呢，就是如果喜欢上小班课的话，想通过中国成语啊，还有中国的这个文化以及自我探索等等，还有一些现实的案例啊，去学习中文的话啊，我有小班课啊，大家可以点击底下的链接啊。那么咱们今天到这儿啊，再见了。